叶景琦，出来。干什么？提审。现在？临时提审，别毛草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！你的当事人要有麻烦了。这次不会像上一次一样，不经过审判就宣判结果了吧？那一定不会，但是可能比那还要严重。我不相信，都这个年代了，还会因为言论而被判处死刑。很遗憾，这回被你言中了。什么？你确实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任何时代，国家都不能允许有人用煽动性的语言去颠覆它。我的律师没有到场之前，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。你以为我们会求你回答问题吗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公然藐视法律，你们知道吗？是违法的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如果你当案推翻自己按手印所承认的罪责，你就是公然藐视法律，到时候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。混蛋！现在国家面临日本入侵的威胁，日本的海陆空三军是虎视眈眈，整个带弹，乱党扰乱人心，学生胡作非为，在这个时期，肯定要杀鸡儆猴，做出一些事情来。那个叶敬琦，如果还执迷不悟，对抗法律，很可能会被送上断头台，成为这个乱世用重典的时期的牺牲品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看任何人都无法挽救他的性命。这就是您所说的公平正义。我们现在暂时可以放下有关司法的讨论，还是谈一谈要不要救他的性命。我刚刚接到通知，叶景琦的案子明天开庭。明天？这次会改为不公开的审理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那是为他好。如果他再有什么煽动性的言论传出去，那他的性命就保不住了。你这个当律师的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我一定会的。我建议不要做无罪辩护，免得惹恼了上边，让事情发展的不可收拾。叔叔，您不觉得您的这番言辞跟司法精神相差太远了吗？您不觉得这是对司法体制的一种背叛吗？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，你不是要救人吗？好，那如果我照您说的去辩护，您能确定他减免刑期是吗？我这么做已经是违反原则了，一切尽力而为吧。喂，市党部？啊，我是田守成。田继业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知道田守成不是在威胁他。
这次清晨很突然，看来他们是做足了准备。他们昨天晚上背着我在伪造的审讯记录上按手印，我看他们是等不及了，要速战速决。所以你一会儿要机动灵活一些，别陷入他们设计的圈套。姐，苟活如死是我们的原则，对吧？我相信你。有关叶敬奇涉嫌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一案，现在开庭。法官大人，我手里拿着的是叶敬奇所写的“司法可以再腐败一些吗”的文章。在文章中，他胡说我们的司法是先定罪后审判，居然把堕落的下流的妓女说成是被社会迫害所致。有那么多的妇女没有违常，为什么你不说呢？叶敬奇还在文章中说，我们有法不依，地方派出所形同摆设，只吓唬良民，而不管帮派分子。那么请问，如果按你所言，是不是现在社会早该天下大乱而流氓横行了呢？一个在文章中充斥了如此的恶毒的攻击性语言的作者，势必是一个具有反社会、反法律思维的人，是一个危险的人。不管是叶敬奇本人，或者是其他任何人，作为记者，都要按照记者的规则去做事情。提出社会问题是他的工作之一，这不是叶敬奇本人独创，而是叶敬奇很好地完成了他的职责所要求他做的事情。因此，我认为在主观上，他并不存在故意的恶意攻击和煽动。法官大人，我手里有一份叶敬奇亲自按手印的审讯记录书。这不是我主动按的手印，是他们强迫我按的。每一个站在法庭的人都会为自己推卸责任。如果是这样，当初就不应该按手印。你应该责问的是他们，而不是我。他们徇私枉法，屈打成招，强按我手印。放开我！放开！这是天理难容的事情。我抗议被告在法庭上大放厥词的恶意攻击。反对有效，请控辩双方都回到主题上来。法官大人，我认为叶敬奇作为主编的所作所为，和控诉人对我的被告人所指责的事情，意义上是相通的，因为这是你们的职责所在，你们必须得这么去做。但是叶敬奇在文章中并没有对国家和体制进行抨击，有的可能是稍微言辞上的过激。我认为这是写作技巧上的偏差，在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。对不起，田律师，你明白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们是一个诗人和诗歌的国度，文字优美浪漫，文人意气风发，这都是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的魅力所在。浪漫嘛，必然导致夸张；意气风发，必然导致言辞犀利。对不起，我不同意他的说法，他不能代表我的想法。我不是一个诗人，我是一个学习过法律知识的法律工作者。我只是准确熟练地运用了写答辩状和诉状的技巧，短而精，不拖泥带水地写出好文章。而那些文章用词绝不过激，甚至还有些含蓄。而对于这一点，至今让我觉得十分后悔。我就是要大声地向民众呼吁，应该反对独裁，反对专制而骄横的伪司法体系。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肃静。我告诉你们，为什么警察不作为，而这个社会上没有太多的坏人横行？那是因为人民都是善良的，因为他们骨子里的优良传统始终在约束他们自己，所以至今没有出现一个极度混乱的社会。这是这个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所积淀下来的福利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这是典型性的煽动性的言论，民众大多数都是没有受到教化的，他们都是野蛮和自私的，他们都是因为官员受到的教育和规范他们，而使他们没有大多数成为暴徒。什么是暴徒？就是扰乱社会、颠覆国家的。好，那么请问，当年国民党人推翻大清政府，这算不算扰乱社会、颠覆国家？你这是偷换概念。
是污蔑和诽谤。被告，我建议由你的律师发言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律师失去了原有的睿智。我现在停止让他给我辩护的权利。法官大人，他的辩护只会对我造成羞辱。法官大人，根据我的委托人此时的情绪状况，我恳求在合议庭时讨论给予我的当事人。你在撒谎！用谎言编织起来的法网，只能网住诚实的人。叛徒、懦夫、混蛋！鉴于被告人出现狂躁和精神失控，现在休庭。作为辩护律师，你今天是成功的，总有一天他会理解你的。我让他蒙羞了。他已经从死亡的边缘被你拉回来一小步，但是远远不够。你们就这么想置他于死地？一个政权是要树立权威的，没有权威的政权会让社会陷入动荡，百姓更加不利。该杀的是那些贪腐之人，而不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文人。可他们不这么想，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说服合议庭那些人。即使是在这儿保住了他的性命，到了最高法院，还是会被改判死刑的。可耻的背叛！没有了尊严，我宁可死！你冷静一点。好了，冷静冷静。姐啊，大家都说你给叶敬奇做的辩护非常好，很有技巧，又维护了法庭和法律的尊严。姐啊，我们认为啊，你在法庭上掌控以法律为依据的辩护技巧，运用得很出色，既能维护法庭的尊严，又能维护被告人的权益。说实话，以叶敬奇所犯的罪责，就是给予极刑也应该呀！啊，小伙子，好好干！有守成这样的大法官，再加上你这样优秀的大律师，那将是我们司法界，他的荣耀啊！好。叶敬奇犯的什么罪？罪在何处？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。你们都知道自己在撒谎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你们在说谎。你们更知道，我们知道你们在说谎，但是你们仍然在说谎。谎言如同血液渗入到了各位的骨髓，你们用它造血来维持生命。姐，你说的有点过分了。我说的远远不够。我看到了一起司法的维护者，居然是为了欢呼司法被摧毁后的胜利，我感到恶心愤怒。诸位，请记住你们的承诺，我也希望尽快的兑现你们的诺言，否则我会拾起被扔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，用它洗去法律的耻辱。我理解你的痛苦，但是你还是太莽撞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们还是要判叶敬奇极刑的。他们是谁？玉皇大帝吗？他们想把一个弼马温扔到太上老君的火炉里，锻造出一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。
你怎么也跟叶敬奇一样的冲动呢？冲动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要救叶敬奇，就要抢在判决书下来之前，去说服这些人改变死刑的判决。你刚才对他们太粗暴了，这对叶敬奇不利。当然也有个好处了，让他们有所顾忌。事情往往就是这样，好事和坏事之间，也就是一墙之隔。您好像是有办法了。当然了，要让上面的人找回他们的面子，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胜利，让他们觉得已经有可以向其他人示范的效应了，他们就会收回成命，给叶敬奇一条生路。让他像乞丐一样，躬下身来爬行，这样那些权贵们就开心了、舒服了。他需要写一份悔过书。那让他去死吧！他早就做好了有尊严的、光荣牺牲的准备。他不是苟且偷生的人。作为朋友，我也得帮助他，帮助他选择有尊严的死。他不用自己写，你是他的代理律师，他给你的授权书上已经写清楚了，你可以代理他做任何的事情。你也不用自己写，只需要在他们给你提供的样本上签上字就可以了。如果对你的事情我没有努力，我的良心会受到自责的。当然，敬奇，如果你不希望我这么做，不希望你的事情、你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，我也没办法。不看看内容吗？不用，我相信你。让我出卖他，我绝不。休想！那你就忍心看着他死？姐啊，我违反原则给你指出来一条如何利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去救他的路。我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救他，而是为了救你。一个何如是已经让你放弃了对婚姻的追求，如果这个叶敬奇再死了，你会如何？我是很难想象了。如果我替他签了那份有失尊严的东西，他能如何，我也没法想象。他会活得很好。不，他不是够活的人。其实，死并不可怕，能够在不公正当中活下去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勇敢。什么是尊严？还有比生命权更高的尊严吗？姐，你们只有1天的时间，要抓紧了。当然，最终怎么决定是你的权利。谢谢你能给我这样的权利。准确地说，现在叶敬奇的命是握在你的手里的。你是让我再一次的出卖他？我是违心的让你出卖自己去救他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他死了，你的心也死了。我救他，是为了救你。田继业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，他预感到了叶敬奇将会因为他的所为而掀起的风暴。来了。
你这身衣服看起来特别合身，可是骨子里的不伦不类，很有点梁山好汉穿上官服的感觉。杜松江来了，来看看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这很少见啊。景琦，我坐在这里一直的胡思乱想，担心你拒绝来看我。怎么会呢？我也特别好奇，我特别想看看一个人怎么会突然间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。你看看你现在，变得像个拆白党的小白脸儿，看起来小资产阶级身上流着的，的确是上海老克勒的血。景琦，今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太冲动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，保护好自己，才能为你心中的理想呐喊。天机，你今天过来就是来跟我说临别赠言的吗？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，对待一个陌生男子，会像家人一样。你不觉得现在跟我说这些话特别不合时宜吗？长路漫漫，你若独行，万望珍重。没事。天机，你真的要抛弃我吗？你真的要抛弃你的理想吗？你不想要我这个小兄弟了？那何如是呢？应该叫何静文。还有什么？还是你只是不想要我了？景琦，我要让你好好活着。你还年轻，你不活着，怎么能追求心中的理想？你不活着，怎么能更好的为大众呐喊？你不活着，怎么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？好了好了，我明白了。你唯独要抛弃的，就是我。兄弟，我抛弃的是我自己。抛弃的是你自己。好，好，你以后绝对会是一个特别好的律师，一定会。来吧，让我们最后礼节性的拥抱一下。来，来，来。
听我说你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！有你这样吓人的吗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你出卖了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你出卖了我，族长，你背叛了你自己，你现在变成了一条狗，一条被别人套上链子的狗。你压根就不能和什么这样优秀的人相遇了，你知道吗？狗！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，对待一个陌生男子，会像家人一样。你唯独要抛弃的，就是我。长路漫漫，你若独行，万望珍重。你出卖了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你出卖了我！如果交出了这份东西，却没能保住叶景琦的性命，怎么办？我以人格担保，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。有可能为他保密吗？这个要和上面去协商。如果不想把他逼成敌人，就请尽量减少对他的伤害。拜托了。我尽力而为吧。我有可能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。在目前的情况下，这是唯一可以挽救叶敬琦性命的方法。可这也许就杀死了一个人对司法真诚的爱。法律不需要爱，需要的是敬畏。可是没有爱，何谈敬畏？卖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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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革命党签署悔过书，承认错误，痛悔罪责。前报馆总编悔过书上报。卖报！来，给我一份。卖报卖报！看革命党签署悔过书，承认错误，痛悔罪责。前报馆总编悔过书上报。卖报卖报！今天早上就见报了，这说明昨天就排好版面了。这是请君入瓮，是阴谋，是杀一儆百，是公开的羞辱他。你们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关入牢中，再以一个恶法恐吓要夺取他的生命，最后用尽羞辱的手段赐予他长期的牢狱之苦。你们还以此炫耀自己法治的仁慈和宽容，你们是如此的强大和聪明，你们将人类之恶发扬得如此的光大。肆意的攻击国家，当然要受到惩罚。法律不仅仅是写在课本上供人讨论的。
岳大壮，文笔不错呀！啊，哎，看看，自己欣赏一下吧。综上所述，叶敬其罪行严重，当处以极刑。但是考虑到他能主动地写下长达近万字的悔过书，真诚地认识自己的错误，请求政府的宽恕。本法庭本着法治应以宽恕为本的原则，特判决如下：叶敬其起立听候判决。在这个法庭上站着的人，都像狗一样，我又何必独立？起立听候判决。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根据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第2条第2款之规定，特宣判罪犯叶敬其有期徒刑20年。宣判完毕。叶敬其，你还感受不到法律的宽容和慈爱吗？我诅咒他！不杀此贼，我誓不为人！不杀此贼，我誓不为人！庭审结束。来，干！哎，诸位，由田老啊坐镇中军大帐，运筹帷幄，把这个案子从始至终啊都是走得踏踏实实，严丝合缝啊！是啊，田老啊，当初您刚一开始提出那3项要求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觉得那很难实现呐。那3项要求是第一是不以杀人为目的，是吧？第2呢是这个要追求最佳的舆论效果。第3是要让叶敬其俯首认罪，签署这个悔过书，对吧？对，是啊。可是要看叶敬其那么顽固，那么愚蠢，这简直是达不到的要求嘛。可是最终结果呢？正如田老神算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是钦佩呀！来，敬田老。来，诸位在喝人血吗？还应该加一下热，因为血总是热的。田守成法官，我正好当面向您表示祝贺。我刚刚有幸听到了整个案件过程当中您出神入化的操作技巧，我感到十分欣慰。苍天已死，黄天当道，司法已死，你们将迎来遍地的英雄当道。来，借你一杯酒，祭祀一下正在逝去的法治。你看看，这如此偏激，这种年轻人日后定当招惹杀身之祸的。就是。那些言论
那是都要杀头的。是啊是啊，孺子狂妄，乃是教育不到，我的责任，还望大家包涵啊！我替他向各位赔礼了。来啊！哎呀，哪里！大法官，请用茶。根据您的建议，我们从庭审一回来就把他关入了禁闭室，已经封号了有好几个小时了，才刚刚停下来。带我去看看他。好。好，您请。是这件。他看完报纸就疯了，把报纸撕了一地。谁给他看报纸？按照监狱的规定，他可以看到报纸吗？我们主要想杀杀他的嚣张气焰。才半天功夫就搞成这个样子。是啊，他有撕有扯的，你看完全疯了。叶敬奇，叶敬奇，叶敬奇，大法官来看你了。叶敬奇，叫御医来。是。快把门打开，让御医检查。是。你冷静点，冷静点。你冷静点。放开我！我要出去！冷静一点。一定不要再做刺激他、侮辱他的事情，要好好的照顾他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醒悟的、被感化的典型，一个被挽救回来的人。给他换一个好一点的单间，伙食也要改善。我会定期来看他。好的，您请。哥，说句真心话，我是真的无法想象您坐在这个桌子后面接待委托人的样子。没办法，那就得这么做。哎，你那个名片都发出去了？发出去了，发的精光。哎，哥，你让我找的那个老律师啊，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呀，就是替他担心。有些人啊，不希望他告诉我更多的事情。哎，发现没有？真灵啊，说来就来啊！喂，你好。对，我是田基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病人现在什么情况？之前呢，有一个女政治犯，狱警给搞错了，把她跟何如是他们关在了一起。何如是个热心肠，一直在照顾他们。女犯人患上猩红热，人现在已经死了。何如是可能是被感染上了。闪电撕裂了大地的沉默，心中冲破了迷雾的封锁，在这暴雨将至的时刻，是谁诉说人间的脆弱？脆弱。
着命运的坎坷。命运暗藏着前路的荧光。在这暴雨将至的时刻，是谁吟唱人间的悲歌？悲歌。想你想得阴晴圆缺，爱你爱得悲欢离合，直到雨后那阑珊灯火化作我梦中的对酒当歌。想你想得阴晴圆缺，爱你爱得悲欢离合，直到雨后那阑珊灯火化作我梦中的对酒当歌。想你想得壮怀激烈，爱你爱得上下求索。